看不起台湾，你不想你就滚回德国，不要玻璃心。电视节目让我有点反感，不让我做我自己。大部分的节目讲的内容都是一些屁话，都是一些讲。这可以讲吗？很白目哎。因为我帅嘛，然后滑屏，然后是他台湾男生把我当对手，就是也是。你还修图哎，比赛没有修图，自己比较大，绝对比你大。他说想赢啊！其实我来台湾的时候我还是处男。对，白目哎，这种人就是让我发脾气。real 我要走。型男第一趴球。好，今天约到了我们首位德国的型男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德国的何少侠，我今年37岁，来台湾17年。看着你长大哎。我20岁的时候来台湾，先读2年的中文，在辅大语学校，2年过了，我想要留在台湾去读研究所，才有办法留下来。等到29岁的时候，法律改了，你就可以留下来了。其实28岁我读了第1年的研究所，法律改了，我觉得。那为什么你不会想回德国，会想留在台湾？第一个女友是台湾人，就是为了她来的。我大学毕业后，我有别的女友，我也是为了她留下来。感觉你情史很丰富哎。对，很丰富。那你觉得德国女生跟台湾女生不一样的地方在哪？外国人。谢谢你告诉我，不客气。通常我交的女朋友都比较开朗一点。对，你是一个开朗的人吧？我觉得我是啊。他很开朗啊，而且还容易生气。没有，一定要像你这样的白目的人才会认识。没有第一项，因为他很常生气啊。哦，我的妈呀！朋友 ，OK， 我在2分之一墙上的样子跟我私底下的样子完全不一样。我不会像节目上那么容易发脾气，那个是因为节目的问题就是，如果我做我自己的样子，然后我会觉得少贤你这样很没有节目效果。说实在的，台湾大部分的节目讲的内容是很没什么好讲的，都是一些屁话，都是一些讲。这可以讲吗？没什么内容。是非常的冷静，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少侠这样子很。我自己如果私底下聊那些话题，我会觉得你们可以了。我也蛮喜欢看你这样的，真的，我觉得很抓嘛。我不喜欢，你自己本身是不喜欢，觉得太假。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个你的状态啊，那不是我的状态啊。哦，你是刻意的。我私底下也可以发脾气，但是不是为了这种事情发脾气。台湾人很多感觉不出来，我用严肃的表情讲笑话。我非常喜欢逗大家笑。我从1年级6岁的时候就在小学就让全班笑，从小到大的一个天分。很多台湾人不相信我有这个天分。电视节目让我有点反感，因为他们不让我做我自己。电视节目一直安排你要怎么讲东西，可是这个我要变成不一样的自己，我没办法好笑。我要做我自己，不能沟通，没办法。很多次在节目上讲一些笑话，大家都笑翻了，结果我看电视被剪掉。我这个会太敏感，会让观众不喜欢你。这个你还好像在骂台湾人，我说我没有在骂人啊，我只是讲出来大家都心里面在想的话而已。有可能节目组也是保护你，因为有可能他们是这样说，他们主要以为他们保护节目，你就是这个节目组，我觉得我感受到他的。他们根本没有在保护我。我相信看这个你们节目或是我的 podcast 听到这种话，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少侠。那为什么你要叫贺少侠？因为我的第一个中文老师他就说少侠是一个会功夫的人，很有道德观什么的。我觉得哇听起来很酷，好啊，那就这样。那你大学是念什么的？经营管理。那硕士呢？全球经营与策略，都是商业的。那后来会走到这一行业啊？读研究所的时候有上过几次电视节目，还有拍 MV。电视节目打给我说，我们需要固定版，就试试看吧。后来才发现外国人也可以有这个工作在台湾。我原本一直都想要当演员，就是外国人的角色太少，所以我还是需要接电视的谈话性节目。但是如果我可以选的话，演一个 Netflix 的戏，那就勇闯好莱坞啊！我就是自己写剧本，因为我发现台湾给外国人的角色太少，而且我们的角色都很平，没有什么深度，台词不多，然后其实我们的演技好像没有很重要。在台湾就是一个外国脸孔 OK， 然后他当滑屏，然后是他讲1、2句 OK 了。那你自己现在写这个剧本大概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？以台湾的水准来讲，我的剧本2年前已经好了。
可是我想要做到好莱坞的水准，所以我一直跟国外的编剧就沟通。这是一个什么故事？大概？我不想透露太多东西，可是就是外国人在台湾的故事，我还在修改一整季的大纲。有没有人要帮忙贺少侠写剧本？快点报名，帮你真人。剧本是以英文为主，因为我希望台湾的 Netflix 可以播出国际观众会想看的故事，不只是台湾而已。台湾人会想看，因为是台湾的故事。可是因为用英文演出，外国人也会想看。太本土的东西，外国人不会想看。如果可以写英文的，然后美国风格，外国人比较能接受，这样子台湾也可以曝光。看得出来你对台湾蛮有一个情感的。我以为你会推荐，比方说德国的一些故事。我对德国完全没有兴趣。为什么？我在德国长大，我就是一个德国人。我如果台湾人那么喜欢德国，我就不会留。可是我跟你相反，我好爱德国。你知道德国有什么吗？柏林啊。所以你喜欢德国的什么？我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。月亮都是一样的。什么古堡啊，比较梦幻一点 ，exotic 嘛，比较特别。台湾有它的破旧的地方，可是台湾也有很吸引人的地方。女人也是对，人情味一部分也是这个，但是德国也有他们的人情味，可是有点不一样。台湾人一开始会很热情，可是要跟他们变成像兄弟一样很难。很多台湾人就是比较客套，一开始很热情，然后像你那两个，你好好讲话，你好好讲话。台湾跟德国不一样，这个是为什么？我想要写剧本好笑的影集，因为地方文化跟台湾文化有很多冲突，我想要让给大家看真正的台湾。你这样讲我好惭愧哦，就是我都没有说很认真的想要让大家看到。我爱台湾啊，因为你爱的是外国啊。因为你每次我爱美国，我爱纽约，有纽约梦，你有吗？以前有洛杉矶的梦，可是如果你很有钱的话，很好 ，OK。如果你那边不是很有钱的，可是你应该算蛮有钱的吧？你现在是在问我的收入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他真的很白目你可以生气。我不知道你已经37，为什么你看起来很年轻这个是客套话，不是，这真的有两个因素啦。对，一个是青少年的时候很有 baby face， 另外一个是我不抽烟，我不喝酒，唯一一个坏习惯是晚睡，这几年改大概1-2点。哦，1-2点也还 OK 了。我觉得不行，大概尽量11点前睡觉。11点？可是你给我感觉是一个会去夜生活的人，完全不。你真的很夸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帅吗？他长得帅，一定会去夜店把妹什么的，不是？我的网络上把妹就好了。这个节目效果。我喜欢太阳，我喜欢运动，我喜欢树，我喜欢打篮球。晚上我喜欢在家里打电动，或是看 Netflix 看电影之类的。那你是热爱去交朋友，还是你都会躲在家里一个人？我以前喜欢交朋友，我越大觉得交朋友越难。台湾人把每一个人当朋友，就是说他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的朋友。我说你们多熟啊，认识过一次，对你们来说这个就是朋友。可是，在他标准这种人，对。那德国人不会把这种人当朋友，我们会说 acquaintance。就是认识的人，你是我认识的人，但是你不是我的朋友。这其实他这个观念也蛮对的，并不会把每一个人当朋友。对，我需要看见你有诚意，过得比较惨的时候，你还支持我，不是因为我上件事，我可能很有钱。如果我跟他讲我的什么薪水的时候，他说怎么叫警察，根本没有钱什么的。外国人不在乎你赚多少钱，我们都是一样，他们不在乎你是哪里人。我是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。我觉得台湾男生，我现在有点以偏概全当然也有例外，可是大致上跟台湾男生聊天有距离感。台湾男生把我当对手，另外一种崇拜我，把我当一个偶像，我觉得这个也不健康。我倒还好，因为我也是偶像。对，这个也是。如果一个人对我太客套，我有点不舒服。德国人完全不客套，我们不会故意讨好你的感情什么。但我没有讨好你，你是真的长得很好看。但是这个很肤浅啊！你是因为外表跟一个人当朋友吗？还是因为他的个性？可是如果有人说你好帅，好想当你的朋友，我觉得很假。我从来不觉得那个很帅，这个。那你真的要 diss 他？他是外貌协会的，我看得出来啊。为什么？你们两个都是啊。哎耶，还好在一起。很喜欢讲大家心里面想的不敢讲出来的话。
我不知道你已经37，我看过很多德国人看起来很老。但是我都没有，我没有打过什么玻尿酸，对，什么看起来就自然肉毒什么完全哦，没有想要接触，没有完全不想。保湿吗？防晒、保养。保养。台湾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这个对不起，我要严肃一点，因为这个是真实严肃，我觉得不能开玩笑。台湾人太在乎表面的东西，不在乎一个东西的内涵。不是一个它里面的价值，所以台湾人只在乎皮肤看起来有没有年轻，有没有 LV 包包，有没有名牌呀，就是表面的东西。可是你身体到底有没有健康？台湾人饮食方面很不好，抽烟、太常喝酒、晚睡、工作压力太大，跟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，没有非常信任的朋友，办法好好发泄心事，空气不好，交通太吵，让大家越来越不健康。那我从小到大有很多病，皮肤炎啊，鼻子过敏、气喘啊。这35岁是演一个戏的时候，生病到我真的快崩溃了。我发现我对小麦过敏。我整个2020年花1整年的时间研究营养学，我发现真的是99%以上的人饮食习惯都不好。我每一次变不好，都是因为我跟一些朋友聚餐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。比方说圣诞节的时候，圣诞节饼干啊、蛋糕啊、什么巧克力之类的，我就又回来了，没办法睡觉，鼻子过敏都回来了。台湾美食，你有没有你最喜欢吃的？麻辣火锅。麻辣火锅，那个大肠包小肠，香肠。我不喜欢台湾的香肠，我觉得那个味道很好。如果路边有人那种烤的烧焦味，真的很像，哇，这个味道很不香哎。那鸡蛋糕呢？蛋糕不行啊，蛋糕有面粉。卤肉饭你知道吗？是我们我不是很喜欢。哦，我觉得台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对我来说是大部分的东西都加酱油，可是酱油其实对身体不是很好的。很多酱油都加小麦，吃太多就会有感觉，会打喷嚏，会皮肤痒，或是长痘痘。什么麦当劳、肯德基这些你爱吗？不爱，因为他们加了很多其他的加工食品，是偶尔吃爽 ，OK。他超级爱吃麦当劳，就是三餐麦当劳我热爱麦当劳，我爱鸡块，对，但我同时也健身。可是健身没有用啊。这个或许我身材比你好。没有，不是他要的，你身材有比我好吗？他那个你身材有比我好吗？他现在要惹我露腹肌，他现在要看比较一下了，就是你身材真的比我好，真的比你好。屁 ！Sorry， 我发过写真。发写真然后呢？你有上过比赛吗？是倒没有。对嘛？那写真你跟上台比赛，写真你还修图比赛没有修图。好，多少侠赢了？怎么可能比我好很白目但是有可能哦。可是我看一下，那你露一下腹肌看看。我敢啊，为什么不敢？但我最近可是我已经最近没有人最近对，你身材有比我好过，但目前没有比较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个地方绝对比你好。我老鸡鸡比较大，绝对比你大。你这个我不用比，没关系。这东西怎么比？这个啊，随便你觉得比较大就比较大，你开心就好了，你开心就好了。如果你推荐德国美食，如果推荐一个，德国有比方说Rindergut 是牛肉加什么红酒，一些意大利的蛋面，意大利的蛋面。不是意大利，对不起，德国蛋面，对不对？很多年轻的女生现在有乳癌、子宫癌，就是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。可是你知道，其实你刚刚讲的很棒，是你吃饮食嘛，保养。那你再加医美的保养的话，其实它是1+1大于2。因为是不过你刚刚有提到说，你说你最想当演员，有没有最想演什么角色或哪个剧？喜剧啊、残忍的、科幻的、英雄都可以，我都喜欢。男同志也可以啊，就是一个无设限的，那尺度也都 OK 吗 ？A 片不要，但是我没办法演 A 片。哇！A 片在家里自己演就好了。你跟女朋友会拍？没有拍过。以前有不算拍片，稍微可能拍个照就很快就删了，因为我真的怕外流。有没有在比较 special 的地方？你能想象的都差不多那样。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癖好，什么 SM 什么的，我没有跟外国女生交往过。为什么？现在喜欢台湾人，我20岁就来台湾，即使我来台湾的时候我还是处男。对，所以我在德国没有跟一个女生真的交往过。这是在台湾破处的。Oh my god！ 对。那你知道台湾有个习俗是帮你破处的那个人，你要包一个红包给他？我不知道。然后再拿个红包再回去包给他。
那正常你分手都是因为有可能是劈腿，有可能是个性不合，有可能是你还会被劈腿？被劈腿跟劈腿都发生过。哦，对，那你的筋是硬的还是软的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筋是硬的还是软的？因为要劈腿。好，你真的很适合台湾的节目，我觉得效果真的很干呢。哇，你要该给我如意啊，快把它踩就很干。像今天你推荐我们一部的电影，我最喜欢的电影是 Tom Hanks 的那个《阿甘正传》（Forrest Gump）。觉得1990那个年代的电影拍的非常好。我觉得现在很多电影太重视快速的画面的节奏，铺陈跟气氛就少一点。我觉得 Forrest Gump 好是因为它的 cinematography 画面非常的美，对，音乐很感人，角色很多元。那个电影有很多不同的角色，我觉得很多不同的人都可以在里面看到自己。这个人他经历过很多痛苦的东西，快乐的东西。人生不是一直好，一直不好。有一些电影就是很黑暗，一直都不好；有一些电影就是一直都好，可是它又很好笑，然后下一秒可能让你哭出来。这个就是人生。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的点是，我第一次看他好像23岁左右，我看半个小时就睡着。我第二次看可能是78岁，也是睡着了。我第三次看，越大越好看，因为年轻人好像不太懂他的美在哪里。可是如果你经历过很多事情，你恨过一个人，也原谅过一个人，你失去过很多东西，那你以为一个人永远不见，然后后来回到你身边，我会同感深受嘛。那这个电影是我可以看100次都不会无聊。你有喜欢历史吗？印象中我没有很要看这部片子有点像是美国的历史的一个缩小版，像我们东方有一个影片也是像这样，就是《霸王别姬》，你看过吗？没有看过。它也是讲了大概中国的近代史，它也是在演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里面，然后慢慢的变化，跟《阿甘正传》有点像，而且都是在那个时候拍，一个是92，一个93年拍。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，好，就会更加了解东方文化。这部片最让我感动的地方，他跟他的那个女朋友嘛，他们两个其实标榜着不一样的思想，他们也是一直在交错。我没有想到他们最后会在一起，但在一起他又得了艾滋。就是他中间的所有的过程，我是觉得一个是嬉皮派嘛，然后一个就代表左派，一个代表右派的思想去做冲撞。这部电影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点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，他却当军人，那一般军人却要杀人，像在电影里面没有杀人的人，他反而救了一些其他人，他的心完全是善良的，经历很多痛苦，很多人对他很不好，可是他一直保持他的乐观跟善良，这是一个很多人应该学习的一个点。Jenny 也很经典，因为 Jenny 对他真的很烂，他最后没有在一起，他是没有选择才要回来的啊。Jenny 一直把他当一个工具人。对，我不喜欢这种女生。但我觉得电影美的地方就是我们要经历过那些痛苦，那你要想办法怎么向前走。他失去他的最好的唯一一个朋友，他失去他的妈妈，他失去他的老婆，他还是像那个羽毛那个最后那个羽毛那一幕飘着。有记得里面他有一直在跑美国吗？有人在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到底是为什么要跑？”他就说 ：“I just felt like running。”对，有点像你耶。I just felt like running 。你觉得你想做这件事情，你就做，没有原因呢？那要不要就是试试看看，就是跑台湾一圈？不要。他要想做才会做啊。我做其他的东西啦，因为我去年参加健美的东西，发现我的肌肉越来越僵硬，然后关节开始痛，发现传统的健美的方式不是最好的，它是让你肌肉很大，但是它并不让你身体最健康。像我最近看小孩在公园去玩那些杆子啊什么的，我发现他们柔软度真的非常，他们没有特别练，10岁12岁一直在用，但是他们后来失去这个能力，是因为他们被社会逼的不能一直动。大家会觉得要变老的时候都会变胖跟变不健康，这个是你多年累积，你一直做不对的事情。如果你一辈子都吃得很健康，你一辈子一直在动，跳舞啊运动，不会60、70岁这样，那是因为你养成坏的习惯。我觉得这个方面是很棒的。那音乐呢？音乐你是推荐哪一首？推荐太空战士10 Xanarkand。为什么你会想推荐这一个它是音乐还是一首歌？它是主题曲，是钢琴的。那我非常，你们有听过吗？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，我不知道是哪一首，然后我还一直觉得我找错，然后它是只有旋律嘛，对，然后我就一直把它关掉，想说是吗？它是吗？这个故事
也有它非常美的地方，也有一个很残忍的地方。这个男主角是一个梦幻，他其实不存在。那个女主角她真的存在。然后那个女主角她需要救世界，她需要为了救世界牺牲自己的命。那个梦幻的男主角爱上那个女生，所以他先要阻止那个女生牺牲自己的命，因为他不想失去她。后来他发现，他为了救世界，需要牺牲自己。从他认识他、爱上他，一开始还不知道他要死。发现他要死，他变得 Oh my God， 我不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。哇，这个让我鸡皮疙瘩哎！哇，他们知道他们要再往前走，其中一方就要死了。他们在这个地方休息露营一下，那个曲子就播，曲子让我可以哭出来。听的感觉是一种渴望，是一种很快完美，但是不完美的地方是最后你拿不到。哇，真的是哇，真的很好。我觉得那个作曲家真是天才。那这个故事到底最后结局是他到底有没有牺牲？男生会不见，他是梦，所以他本来就不存在的，他不存在。然后女生是一个召唤师，他最后就是这个故事非常复杂，但是觉得很值得玩这个游戏。那为什么这个片没有拍成电影？我觉得太复杂了，因为很长。我有想过我要不要写这个的剧本，可是问题是我根本没有这个版权。去问看看啊，觉得你讲出来，你刚刚有让我感动到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剧本真的很好看，大家都说它是游戏界里面的天花板，就是 Ceiling。对，就觉得他的剧本已经写得非常完美，没有比他更好。对，像我们一般人来说，可能比较知道是《太空战争7》，因为我们7就觉得晚了，可很多人觉得10才是最晚。我觉得这两个我很难选一个，两个都很精彩，就真的非常精彩。到现在出了什么第10路，已经过了20年，到现在还没有超越那两个，它的代表性太大，很多不打电动的人都很爱弹钢琴的，他们都很爱学这首。因为真的太经典，太好听。我看到还有很多德国的音乐家，还有在现场演奏。有日本也有，我觉得德国也有，才让我惊讶。这个很棒。所以这首歌真的在全世界都很火。如果你是那个男主角，你会牺牲自己？必须的。所以那个故事很精彩的是，一些残忍的东西你无法避免，你就必须要面对。它的美在它的理想，它的牺牲就是一个美。你是听英文的还是日文的？对，日文人会比较好，我觉得。我听不懂。对，可是因为他们的如果日文对，他们很认真去表演，他的声音很好。他要去了解那个故事，那故事很复杂，你要真的去做功课才懂。他就这样讲，那女生到最后是要牺牲变成 Sing， 男的就是不知道他原来是梦的一种，所以他把自己牺牲掉。然后他要去的叫做 Zanaru Kando。它里面是用日文发音的，所以听了会比较有感觉。你要听日文会觉得更好看。对，我还听不懂。对，没有听的是不是那个语言，而是听的感情。我觉得感情非常好。你看了过后一定会更喜欢。我觉得从刚刚聊完嘛，你分享的电影跟音乐，让我感觉到其实人生有美的地方，也有不美的地方，它是其实并存的。我觉得人生的美一定是来自那个对比，一切都一直都非常的完美，你会无感。你必须要那个对比，你要经历过很痛苦的时间，才会珍惜那个景气的时候来。而且我很想要把我学到的东西分享出去，饮食、运动跟要怎么谈，我认为要怎么谈恋爱。那你说正常谈恋爱是怎样的谈恋爱？是沟通很重要，不要一直改变对方。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，这个跟台湾的教育也有关系。这个我在节目也讲过，可是后来他们一直不希望我讲，因为怕我得罪台湾观众。台湾教育很大的一个问题是，父母把小孩当自己的 possession，很像狗一样。但是我认为，孩子不是为了父母而活，而是父母为了孩子而活。谈恋爱的方式也是类似的，我想要什么，我让你做，你要给我，你不可以这个不是我喜欢的。可是每一个人是个体，当然一部分需要牺牲了。你不喜欢这个事情，我不可以说，如果你爱我，你就是要怎么做。没有，如果我爱你，我不应该要求你做这件事情。我很不喜欢双重标准，要求可是自己不愿意给。如果一个女生说你应该要给我钱，男生也可以说你应该要给我钱。但是这个就变得女生会说，那个怎么可以要求这种东西？好，我当男生，你怎么可以要求我的钱？我乐意给你钱，但是我不要你要求。就像女生，如果她也乐意跟男生发生性关系，可是如果男生一直要求，女生不想，她就变得强迫症。这就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。对。所以我觉得，当然男生可以有一些东西女生没办法做的，女生有一些东西男生没办法做，互补。
但是不应该强迫对方。没错，这个观念很好。哦，其实我感受下来，我觉得你爱台湾，但你同时也希望台湾有更好的地方。对，当然我发现台湾有很多德国没有的优点，可是当然德国也有很多台湾没有的优点。我希望可以融合每一个文化的优点，让大家大开眼界。所以要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社会呢？沟通，所以希望你可以拍出一个改变台湾的一个剧，然后不要玻璃心。我不希望我讲到那些问题，哎，你看不起台湾，你不想你就滚回德国，不是啊？没有，就是因为我就是想要让这个喜欢台湾，我知道所以才喜欢台湾。我刚刚就是能感觉到你是爱台湾，你才会说出这些话。但是可能我懂，有些人会觉得你好像在攻击台湾，所以我才理解之后才讲这个感觉。就是其实你是爱台湾，对，因为不理解台湾，也不会知道台湾这么多问题在，对，而且不会学中文，都交台湾女朋友，而且破处都是给台湾。所以我希望他的喜剧可以带一点点反省或省思。台湾跟西方的地方有没有地方可以互相取得？我两方都会讽刺，我讽刺很多外国人来台湾的一些蠢事情，台湾做的蠢事，每一个人都做一些蠢事。大家都可以讽刺。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分享很多都是幽默感，可能台湾可能接收不到你说的中西的那个文化差异，所以会感觉你好像有多的批判。可是我聊完之后，我才理解到，就是你的一个表达方式，但你是没有情绪。你们也可以批评德国，建设性的批评。如果是我就是讨厌德国，德国很烂，那个没什么建设性，没有用。但是如果你说，我如果德国这么做会不会更好？对，那个值得分享的感觉。我觉得他很适合当老师，但我觉得他不会喜欢老师那种自私的文化。所以我觉得他当编剧、当导演，好处在说，他可以用一部故事去改变人家的想法。对，这才是他最想要做的事情。是，对，没错。我有更认识贺绍翔。对啊，你不要这么肤浅，你学人家。我现在有点不敢讲话。你可以讲话，你别文念就好。好，你知道德国是整个欧洲里面英文最好的地方吗？除了荷兰之外，德国应该是算最好的地方。德国我会想到那个希特勒。谢谢。我看到你会想到毛泽东。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跟他一样胖？你为什么想到希特勒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德国不是就是希特勒，就是那台湾不是毛泽东吗？台湾不是台湾德国也不是希特勒。对，德国等于希特勒。不，我就想到就是纳粹的那个时期，二战啊，德国是引战之人，所以你是个好战之人嘛。这种人就是让我发脾气，很白目但 OK， 你可以想到希特勒，可是你要我说什么？这很句点王。不行，你要再加油，加油！那最后有没有想要跟大家你要分享什么东西？希望大家也可以追踪我的 YouTube，我很快就会有新的我自己的 Podcast， 大家一定要支持他，就是未来如果他有出这个剧本，可以帮助他，不管是导演啊、投资方啊，或是编剧啊。如果你们是 Netflix 的人，如果可以跟我开个会，我会很感谢你。Netflix 看到没？今天谢谢少侠分享这么多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最真实的是最精彩的。YouTube 的点就是跟电视对，不是电视比较假 ，real， 所以不要剪。real man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好，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。